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我是顶级学霸、高材生。研究生毕业后，先是在一家国企电信公司工作了3年，然后跳槽入驻了鲲鹏测绘设备有限公司，其在测绘软件和相关设备制造方面属于业内前3。可入职不到1年，我就被恶意裁掉了。但公司当初和我签劳务合同时，压根就没想到我来公司不到1年就能搞出重大发明成果，因此劳务合同上根本就没写我在公司的发明成果归属公司，也没有让我签署发明专利转让合同。所以我清楚地知道，当公司将我的发明成果转换为重大商业价值时，就是我教育黑心老板的最佳时刻。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当初入职鲲鹏时，我也耳闻了鲲鹏的一些情况。据称该公司的新员工往往干不满1年就离职了，所以鲲鹏的员工流动性可谓业内之冠。无奈我当时年轻自傲，没去深想为什么会这样，只是想当然地认为那些人定然是业绩不够优秀，对不起鲲鹏的高薪，于是被以各种理由劝退了。而我相信自己定然能做出优秀的业绩，1年又1年地拿到高薪。入职鲲鹏后，我才逐渐明白，鲲鹏的老板赵鲲鹏就是个既黑心又急功近利的赌徒，不专心主业，喜欢跟风投资。他招聘的策略就是先高薪把业内的优秀人士挖来，让他们在头1年尽可能地为公司创造价值，然后在第2年时，他便会找各种机会给这些人穿小鞋，找各种不是克扣这些人的工资，总之就是逼你离开。工程师们都是自尊心非常强的，哪里受得了那些手段？于是不出意外的都会在第2年便纷纷离职，而任何一个立项的项目基本不可能在1、2年内便完成，所以在那些个员工离职后，鲲鹏便无偿地占有了那些员工已经完成了30%、40%甚至60%的项目贡献。基于鲲鹏的这种策略，又或者是老板赵鲲鹏的相关法律意识淡薄，再或者就是单纯的自大，理所当然地认为员工在公司的成果自然无条件地属于公司，所以入职签署的劳务合同上并没有对员工在职期间的劳动成果的归属做出明确的约定，更没有要求员工签署发明专利授权使用书及发明专利转让合同。入职鲲鹏半年后，我逐渐认清了老板赵鲲鹏的险恶嘴脸，于是便加紧了对我手上项目测绘仪器与5G 技术相结合的攻坚。2个多月后，在我全力以赴、占用无数个夜晚和周末苦心孤诣的努力下，项目终于让我凭借一己之力完成了。而赵鲲鹏看我做出了这么大的成果，开心的同时也觉得我已经没什么利用价值了，于是对我的下手便如约而至了。我虽然知道公司一定会把我开掉，但万万没想到，竟然是在我刚把项目完成后的第4天，项目一完成，公司就第一时间拿着相关材料去专利局递交了专利申请，而且手段极其卑劣。赵鲲鹏知道我没车、没驾照，还有幽闭恐惧症，不要说没窗户的房间、电梯一类，即便是空间狭小的轿车也会让我浑身不舒服，坐在车上就会感到紧张、心慌、尿急，所以我从不打车，不坐地铁，出门全靠公交车和步行，居住房屋只选7层以下，便想出了调我去偏远的分部这一招，逼我离职。
他是连2个月的赔偿也不想给我呀。那天下午，人事把我叫进了办公室，对我说：“窦工，你这回可是给公司立了大功了呀。”哪里，应该的。此时我还根本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窦工，是这样，项目完成了，公司一时还没有新的项目给你，正好城北分部的销售顾问一直有空缺，赵总的意思是让你先去那儿干几个月，也算是对你的锻炼。做研发的，只有清楚一线客户的需求，才能开发出更好的产品嘛，你说是不是？至于工资这块你放心，赵总说了，你表面上和销售的薪资架构一样，但年终时赵总会把你少挣的都给你补上的。城北分部距离我现在所在的公司总部13公里，距离我家接近15公里，不要说15公里，工作地距离家超过7公里都是我不能忍受的。上次团建时，赵总让我坐他的宾利过去，我拒绝了，告诉他我有幽闭恐惧症，不坐轿车。后来我是坐公交过去的，所以赵总是知道我有幽闭恐惧症的。我对人事说道：“啊，你有幽闭恐惧症？”人事装傻充愣地说：“可这和我刚才说的有什么关系吗？城北分部到我家没有直达公交，我到车加等车过去恐怕要花费2个小时，所以我不能接受调岗。”啊，这样啊，但是这个总有，而且你们把一个搞研发的调去干销售，这完全是驴头不对马嘴。我打断人事说：“你们想让我离职，还不想承担那2个月的赔偿就明说，有必要这样侮辱我一番吗？我愿意主动离职，不过我搞出了重大发明成果，按照规定，公司理应给我年薪1半的奖金18万，你们先把奖金发了，发完之后我立刻填离职申请。”窦工，奖金可是年终才发，再说我们可没说让你离职啊，只是给你调岗。人事说：“调岗我不同意。”行了，这事也不是你能做主的，你叫赵总过来和我谈吧。人事见我态度坚决，便拉开会议室的门走了出去。5分钟后，赵坤鹏和人事相继进来了。窦工，怎么着？你要离职啊？赵坤鹏一进来便做作地对我惊呼道：“是的，赵总，我不同意调岗。”窦工，我可是知道你有幽闭恐惧症，才把你调那儿的。你一定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了，对吧？有病咱就得治病啊。距离远了以后，你每天就得被迫打车过去，这样久而久之，你不就是能适应坐轿车了？然后慢慢的，不也就不怕坐电梯，不怕待在没窗户的房间了？你说是不是？那我谢谢赵总你的好意，但我现在只想知道，我现在离职能不能拿到奖金？拿不到。赵坤鹏斩钉截铁地说：“别说你现在离职拿不到，你就是不离职，也别指望拿到奖金。我马上就会让人事出个规定，不满1年的新人不参与奖金的考核。不过窦工，我可以给你比18万奖金更值钱的忠告，那就是年轻人不要整日想着不劳而获。公司给你发的薪水已经不低了，做人要懂得感恩，明白吗？否则你在哪也干不长，是不是？”好的，赵总，那我懂了，把离职申请表给我吧。我强忍着愤怒说道。赵坤鹏见我这么说，不屑地冷笑一下，然后扭头示意人事把表拿给我，随后他便看也不看我的转身离去了。我尽量平静地填完了离职申请表，然后回到工位收拾好了东西，接着我便前往赵坤鹏的办公室，敲响了他的房门。“请进。”赵坤鹏喊了一声。我推门进去后，赵坤鹏一见是我，立马换上了一副嫌恶的嘴脸，说：“怎么，还有事？”赵总，
我是个开诚相见的人，不愿意背地里搞阴谋诡计，更不愿意和别人怄气。所谓气坏身体谁如意，是吧？你咋废话那么多？有屁快放！赵坤鹏打断我说：“赵总，我就是想告诉你，18万的奖金你不给我，日后损失更多，就休要怪我哦！滚！”赵坤鹏大喝一声，我面无表情地关门离开了。这一声滚喊得好啊，倒让我有些佩服赵坤鹏了。不管怎么说，他都算得上是个有血性、钱刚独断、恶得够劲儿的人，能因人而异的施手段。在今天之前，我多少还是小看他了。不过这一声滚，我也是受之坦然。反正我是做到了告知义务，日后让我抓到搞你的机会，就休要怪我喽。离开鲲鹏之后，我只花了3天时间，就重新入职了一家网络平台公司瑞明，而且薪资待遇比鲲鹏高，工作时间还比鲲鹏少，朝9晚5，午休1小时，公司氛围还非常的和谐。来瑞明1周多后，我的感觉就是，相比鲲鹏那紧张对抗的氛围，我在瑞明的每一天简直就像是在度假，心情不要太好。这时，我通过前同事姚杰了解到，鲲鹏用我的发明成果申请的专利已经被批准了，而且公司已经立项要生产整套使用该专利的测绘设备了，包括摄像机、3D 激光扫描仪、服务器等。这些设备从外观上看，市面上都有的卖，但是将5G 通信技术巧妙地运用到这些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以及随后的数据处理，则是这整套设备的核心，也是我独特的发明创造。姚杰是个00后，在组里负责测试，平时最喜欢看我做实验，对我很是佩服，有什么话也都喜欢和我说，包括她和男朋友在一起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我离开公司前的2个月，也直言不讳地对姚杰说，这家公司不可久待，让他做好远期规划。姚杰说，豆哥，我知道，我现在就是图离家近，走一步看一步吧。公司用那种手段把我开了。姚杰是组里最义愤填膺的人，微信里对我大骂老板是个王八蛋、白眼狼。我和姚杰就这样一直保持着联系。获知上述消息后，我意识到我惩治鲲鹏的时机就要到了。只要在鲲鹏把那些设备生产出来，即将销售时，我向法院递交专利无效的申请，那么鲲鹏一定会选择与我和解，并给我相关补偿。届时，我倒要看看赵鲲鹏还怎么猖狂。我要让他当着全公司人的面给我道歉，给发奖金。我还要让他检讨他那些猪狗不如的做法。同时，我还会把他道歉的场面拍成小视频发到朋友圈、同事圈，好好打打他的脸。想想那个场景，我都觉得过瘾。无数被他踩过的人定会拍手称快。我期待着那一天赶快到来。但是1个月后，姚杰又告诉我一个更加令我兴奋的消息：临市 K 市要建一个足球场。一家规模不大的建筑公司南通八建中标了。南通八建在软件方面实力不济，中标后开始寻找测绘软件方面的合作方。姚杰告诉我，鲲鹏也打算参与与南通八建合作的竞标。按理说，以鲲鹏的实力与南通八建达成合作问题不大，甚至可以说不太有悬念。国内另外2家实力与鲲鹏相当的测绘软件公司业务范围都不在我们这一带，所以鲲鹏在这一带没有值得一提的竞争对手，这也是赵鲲鹏一直很猖狂的原因之一。但是我隐约意识到这里面有文章可做，
我立即从搜索引擎和企查查上详细查询了南通八建和几家打算与之合作的测绘软件及设备供应商。一家名叫协塔的公司很快便引起了我的注意。该公司在业内排名第10，营收只有鲲鹏的1/3，但是无论是营收还是专利申请数量，这家公司近几年都保持着旺盛的增长势头，尤其是在点云数据摄影系统这一块，实力与鲲鹏相当。这时我意识到，一个惩治赵鲲鹏的更加完美的方案出现了。我决定选取协塔为我制裁赵鲲鹏的代理人。本来惩治赵鲲鹏最让我抵触的一点就是找律师打官司，我一个人实在没有那么多富余的精力在这上面花费时间。况且我现在生活得挺好，如果在这上面付出太多的代价和精力就不值当了。现在好了，这一切都不需要我去做了，完美。协塔的老总叫孙旭阳，我和他约在了一家星巴克见面，而我打电话约他的理由便是，我是鲲鹏一项关键专利的发明人，大概率可以帮他拿下与南通八建的合作。孙总，我猜南通八建更愿意和你们协塔合作，而不是鲲鹏。孙旭阳甫一坐下，我便开门见山地说道：哦，此话怎讲？南通八建的规模在业内属于中等偏下，此次能拿下足球场的项目，可谓是使出了吃奶的劲儿。而鲲鹏无论是营收还是知名度，都比南通八建要强。我想任何一个甲方都不愿意找一个比自己实力强很多的合作伙伴吧。而贵公司在点云数据处理这一块的实力与鲲鹏相当，南通八建最看重的也是这一技术实力，所以以我看来，南通八建找贵公司合作的可能性更大。哦，是吗？谢谢窦老板吉言啊。既然如此，窦老板约我出来的目的何在呢？难不成就是帮我分析一下形势？不过不知道孙总是否有听说，鲲鹏近来刚刚申请了一项专利，专利的主要内容是用5G 通信技术将 3D 激光扫描仪扫描到的数据传输到服务器，然后再作为点云数据来处理。我认为鲲鹏为了拿下这个项目，并且销售相关设备，一定会极力向南通八建宣传他的这项专利。有这样一个核心技术在手，我想八建最终还是会和鲲鹏合作吧。窦老板，不瞒你说，这个事我已经听说了。窦老板想必就是这项专利的发明人吧？是的，我点了点头。真是年轻有为呀。那么敢问窦老板，打算如何帮我拿下这个项目呢？我从包里取出了当初和鲲鹏签署的合同的复印件，递给了孙旭阳。孙旭阳很快开始翻看。我相信一个智商在线的老板是一定会发现其中的问题的。果然，10分钟后，孙旭阳惊讶地对说道：哈，这竟然是鲲鹏签出来的合同，真不知道他们是狂妄还是愚蠢。孙总，二者有时候是可以划等号的。这么看来，完全可以向法院申请鲲鹏的这项专利无效啊。是的，如果协塔向法院递交鲲鹏这项专利无效的申请，然后再把起诉书拿给八建看，那么我想八建是不会冒风险和一个专利可能有问题的公司合作吧。再加上鲲鹏有了作为被告的官司在身，那样八建就更不会和他合作了吧。孙旭阳点头如捣蒜的了一声，然后才缓缓地说：窦老板给我出了这么一条妙计，敢问窦老板想要什么好处呢？想要什么好处谈不上，我的主要目的是想惩治鲲鹏，拿回我应得的，并让他向我道歉。如果鲲鹏同意我的条件，
我会考虑和他补签一份专利转让协议。当然，我会在我的条件中加一条，让他主动放弃与八剑合作的机会。那这么听来，我这边没什么保证啊。我向法院提交了申请，最后你们两家私下里达成了什么协议，把我撇在外边，我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是存在这种可能。不过对于这一点，孙总，我只能告诉你，我是个讲诚信的人。为了惩治鲲鹏，我也是不会让他拿到这个项目的。退一万步说，整个流程，孙总你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即便万一我最终真和鲲鹏达成了什么撇开你的协议，那么孙总你为了取得这个项目，付出了一点法律上的费用和精力，也不为过吧？孙旭阳沉思了片刻说：好，我同意。失败了，也无非就是让法务部跑法院，如果成功我就赚大了，哈哈！来，以咖啡代酒，预祝咱们合作愉快。就这样，我和斜塔的老总顺利达成了合作。可惜，事情的进展却在几个关键的部分都出乎了我的意料。最终，我也只能无奈地对自己呵呵两声。孙旭阳的行动很迅速，想必是和我达成协议的第二天，就立刻向法院提交了鲲鹏那项专利无效的申请。而我在和孙旭阳见面的1周后，也果然等到了赵鲲鹏的电话。只是事情的进展和我预想的却并不一样。电话一接通，赵鲲鹏就在电话里用刺耳的声音质问我：是不是你个王八蛋搞的鬼？赵总，您好歹也是个大企业的老板，咱说话能文明点吗？我悠悠地说。虽然他的话很难听，但把他气成这样，我还是很开心。文你特么个蛋，是你撺掇斜塔起诉我的吧？是你把合同拿给斜塔老总看的吧？怎么着？合同上没写，我花钱雇你干活，出的成果就不属于我了。我特么申请个专利，还用你授权？荒 JB 谬，想用这是要挟我，门都没有。说完，赵鲲鹏就把电话挂了。我冷笑一声，心想，果然是狂妄自大，法律意识淡薄。哼，等到律师告诉你，这场官司你输定了，你就等着来求我吧，到时我看你还怎么狂。然而3天过后，我也没再等到赵鲲鹏的电话。难不成这大哥真要对簿公堂？那他可是蠢到家了。果真如此，那我可就太低估他的狂妄、愚蠢、血性和气性了。又过了2天，我依然没有等到赵鲲鹏的电话，不得已我只得给孙旭阳打了个电话。哦，窦老板呢？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你的电话就来了。你说是不是心有灵犀？怎么样，赵鲲鹏联系你了吗？联系是联系了，但他似乎没有向我道歉和和解的意思。目前看来，他可能会愚蠢地选择对簿公堂。啊，不会吧？他要真那么蠢，也不可能当老板呀。你可以再等等，我本来也没想过这种可能性，但现在恐怕要考虑了。我是这样想的，我们不妨再做个约定。窦老板，你就直说吧。假设鲲鹏最终真的选择对簿公堂的话，那么孙总需要我提供证据和出庭时，需支付我10万报酬。等到斜塔彻底拿下与八剑的合作后，再支付我另外10万的报酬，总计20万。不知孙总意下如何？既然不能实现预期的让赵鲲鹏道歉和打脸的计划，那么我应得的奖金还是要拿到的。真要是这个剧本，那我可是得了天大的便宜了，花20万拿到一个大项目，哈哈！当然可以，我完全同意。好，那就这么说定了。然而事件接下来的走向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赵鲲鹏道歉和解的电话我自然是没等到，而过了半个月，我给孙旭阳打电话，打算询问他一下官司的进展时，
这才惊讶地发现他已经把我的电话和微信全拉黑了。我一个头两个大，这是什么剧情？难道是赵坤鹏私下里与斜塔达成了协议，许诺不参与与八剑的合作，以换得斜塔的撤诉？目前看来很可能是这样，可赵坤鹏真这么做，不就蠢的还不如一条狗吗？这完全是治标不治本，因小失大呀！我这个发明人还是随时可以向法院申请专利无效啊！我很快找了律所的朋友，让他帮我打问一下那个官司的进展。几天后，朋友回复我说，原告已经撤诉了。果不其然，看来二人一定私下达成了什么协议。我得再次强调，我大大低估了赵坤鹏的愚蠢，蠢得猪狗不如。那好，既然这样，那我就只能实施原计划了。等鲲鹏的那批设备生产出来，开始销售时，我要亲自向法院递交专利的无效申请。但1周后，姚杰又告诉我一个雷人的消息：鲲鹏使用我发明专利的那批设备已经生产出来了，但公司上下没有任何销售这批设备的计划。按理说，在产品出厂前就应该开始策划营销方案了。看样子打算任由这批设备积压在仓库。我脑海中立刻闪出了100个问号，这又是什么剧情？以我的智商，也是生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呀！当初私下里，赵坤鹏和孙旭阳究竟达成了什么协议？难道赵坤鹏把那项专利卖给了斜塔？这就可以解释鲲鹏为什么不销售生产出来的设备了，因为专利不属于他，他卖的话就构成了侵权。可孙旭阳他敢买吗？他可是明知道专利存在有效性问题呀。我认为他不敢买，他要是真想买的话，也得私下里先和我打个招呼，让我保证不对专利的有效性发起诉讼。但是他没和我打招呼，还把我拉黑了，就证明他大概率没买。我一时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好静观其变。半个月后，我从姚杰那儿确认，鲲鹏确实退出了八件的竞标，而那批设备依然待在鲲鹏的仓库，没有任何要销售的迹象。此后，我又特意到专利局查了一下，可却发现那个专利的所有权人仍是鲲鹏。这时，我脑海中闪出了一道灵光，突然意识到，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鲲鹏大概率是把专利的使用权授权给了斜塔，这样他既可一劳永逸，稳定的每年从斜塔手上收取授权使用费，还不用再担心我对他生产的使用该专利的产品找什么麻烦。代价无非是不再生产销售使用该专利的产品，外加积压损失一批产品。赵鲲鹏呀，赵鲲鹏，我也真不知道是该说他聪明，还是该说他蠢了。本来向我认错、道歉、支付一定费用就能摆平的事，可他却非得绕个弯，付出更大代价的解决这件事，而目的无非是维护他在我这儿的脸面。行，既然您把脸面看得那么重要，而且已经付出了一定的代价，那我也就成全你，姑且放过你吧。这事咱到这儿也就了了吧。经过了这么一遭，我也是不想再在这事上费什么精力了，心累。俗话说得好，过好我们自己，就是对敌人最好的惩治。可惜呀，谁又能想到赵鲲鹏的这一番操作，竟是给自己挖了个大坑，最后是输了个灰头土脸，赔了夫人又折兵。10个月后，一个女律师主动联系我，说是想和我谈谈鲲鹏名下我发明的那项专利的事。我和女律师同样约在了星巴克见面。寒暄过后，女律师却并没有直接切入正题，而是打开抖音给我看了一条视频。这条视频的点赞有几10万，
发视频的账号名为上官希尔，粉丝高达1000万。视频一开始，镜头拍摄的是一间地下室的房门，接着镜头切到地下室内部，画面中可以看到一名穿着脏兮兮衣服的女子正怀抱婴儿，泣不成声，而她的周围有7、8个凶神恶煞之徒，其中一个正手持一把血迹斑斑的柴刀，粗野地狞笑着。而就在这时，地下室的门被一脚粗暴地踹开，身穿一身皮革骑手服的上官希尔闯了进来。接着只见他快如闪电，3拳2脚就将这些恶徒全部制服，打翻在地。整个过程不足2分钟，而他展现出的格斗技术可谓精湛，风格也近似史蒂文·西格尔。看完之后，让人大呼过瘾。感觉怎么样？视频播放完，女律师问我：好看，很过瘾，怪不得点赞这么高。但是你想和我说什么呢？你能看出视频里的人都不是真人吗？啥？不是真人？没看出来。你是说这些人物都是用电脑合成的？我吃惊地说道。对，有人物原型，但视频中的人都是电脑合成的，都是虚拟人物，不可思议。我还是第一次见如此逼真的虚拟人物，这是怎么做到的？哈哈，我们的发明人竟然都没看出这是自己技术的杰作呀！我露出了更加吃惊的表情。女律师很快向我解释说，上官希尔近1个多月的视频都是用专业测绘用的摄影机以及 3D 扫描仪等设备拍摄出来的。他这么一说，我立即恍然大悟了。他们是拿测绘用的 3D 激光扫描仪来追踪人体动作，然后通过高效、快速的5G 通信方式将数据高速传送到服务器，再作为点云数据来处理。而这正是我发明的专利技术啊！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让电脑合成人物呈现出如此细致入微的表情变化，以及运动员级别的全身动作。随后，女律师开始向我讲述了上官希尔账号的运营者，也就是他的雇主巨象传媒与鲲鹏之间的争端。而从女律师的口中，我也得以确认了我之前的猜测没错。鲲鹏的确是把那项专利的使用权授权给了斜塔，而斜塔每年要给他的授权使用费还不低。而且女律师的团队还神通广大地搞到了鲲鹏与斜塔达成的协议的具体内容，其中有2个关键条款：一，由专利使用权人斜塔公司负责监视取缔侵权行为和商品，如违约，鲲鹏有权收回授权。二，如果专利权人做出有损该项授权的行为或不诚信行为，比如制造、销售专利商品，则需将该项专利无偿转让给斜塔。也正是因为条款2，鲲鹏当初自然不可以销售那批已经出厂的专利设备。可赵鲲鹏又不甘心那批设备就那么待在库房里，于是他注册了个空头公司，贴了个其他牌子，让几个心腹员工通过某红书售卖这批设备。而产品宣传的噱头便是可以原生态、高清、逼真的呈现拍摄物。设备在几个月内陆陆续续销售出去不少，而这其实已经构成了侵权。但赵鲲鹏自以为自己做的神不知鬼不觉，斜塔又如何能发现呢？本来也是如此，可谁知道赵鲲鹏却要自己作死。我前面说过，赵鲲鹏本质上就是个赌徒。当初赵鲲鹏之所以会把我发明的专利的使用权毫不吝惜地授权给斜塔，除了不想在我这儿丢面外，也是因为赵鲲鹏的心思已经不在测绘软件和设备的主页上了。
他看到元宇宙及元宇宙直播势头大旺，便也掺和了进去。半年多前，赵坤鹏以个人名义，而且还是挪用的公司的资金，投资了一家做元宇宙直播的公司——次元传媒。在元宇宙直播这一块，业内的龙头是巨象传媒，而赵坤鹏投资的这家次元传媒，凭借着风头正盛的虚拟主播慕容婉月，大有赶超巨象的势头。而就在2个月前，赵坤鹏忽然从之前购买他专利设备的顾客名单上发现了巨象传媒的身影，并且很快看到巨象将设备用在了视频制作上，效果不要太好。赵坤鹏既惊且喜，慌忙从仓库中拼凑出一套设备给次元传媒的慕容婉月使用，同时又逼斜塔出手，给巨象发了律师函，让他们停止使用这套设备。因斜塔与八剑有约定，合作期间不得将该专利应用到其他地方，所以斜塔并没有批量生产这套专利设备，故而市面上也没有同类产品可以购买。所以巨象怎么会甘心放弃使用这套设备呢？于是便聘请了女律师及其团队应对。这便是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女律师及其团队调查清楚这一切后，很快便想出了应对方案，但这个方案想要实施，必须得到我的首肯。我听完女律师的方案后说，那必须首肯啊，执行，我批准了。几天后，孙旭阳将赵坤鹏约在了斜塔的会议室见面。赵坤鹏进去时，孙旭阳和女律师已经在座了。他一进去便对孙旭阳趾高气扬、气势汹汹地说，监测和取缔侵权行为是你的事，叫我来干嘛？而且他们为什么还在使用那套设备拍摄？你是怎么办事的？这件事还不尽快处理好，信不信我把授权收回啊？孙旭阳也像看杀父仇人一般的看着赵坤鹏说，是侵权嫌疑人表示一定要见你，而且他们，我不听你的那些解释，我只想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交出那套设备，并且当面销毁。这时女律师说道，赵坤鹏先生，您先别着急嘛，血压飙高可是对身体不利哦。是啊，你先听听人家要说什么吗？孙旭阳冷冷地说道。赵坤鹏怒喝道，哼，你倒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那就有屁快放，放完屁赶快将那套设备交出来，当面销毁。女律师说，那好，赵先生，那我可就放屁了哦，如果不好闻的话，你可要多担待哦。我首先想问问赵先生，你是如何知道我的雇主使用的拍摄设备是侵权商品的呢？难不成你光看看视频就能知道视频所使用的设备？那您可真是神通广大呀！赵坤鹏的脸上掠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阴影，但还是被女律师捕捉到了。但他随即便又强硬地说道，我当然能，不是使用我们专利的设备，如何能达到那种效果？定是你们根据专利内容找人生产出了侵权商品。哦豁，好啊，既然您没有说实话的打算，那我只好给你看些实质性的东西了。这是2份文件，左边这份是某红书售卖祥云测绘设备的有关记录，右边那份是鲲鹏和祥云公司的资本关系。这代表什么就不用我明说了吧。祥云测绘设备公司正是赵坤鹏之前为了卖那些设备注册的空头公司。女律师把文件推给赵坤鹏后，她先是露出一丝局促不安，然后便怒声对孙旭阳说，孙旭阳，现在是他们侵犯了你的专有实施权，你就任由他在这里混淆视听，说些不相干的吗？孙旭阳说，赵总，
对我来说可并非不相干啊。现在是你违反了我们当初的约定，所以我现在要求你无偿将专利权转让给我。什么？你放什么屁？无偿转让给你？你发什么失心疯？赵坤鹏气得脸色大变。女律师说：赵先生，如果你不同意，我不介意受理孙先生的委托，追诉你的侵权行为。你卖那批设备好像也没有缴税吧？到时你的这一行为也会被调查吧？还有，我们也不介意顺便曝光一下，你投资次元传媒的钱是挪用自公款。赵先生，到时可就不止无偿转让专利这么简单喽。你们……赵坤鹏瞬间脸色惨白，慌忙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速效救心丸，倒在手里，吞了几粒进去，这才没当场休克。女律师和孙旭阳看他总算缓过来了，没有倒在这里，也总算舒出了一口气。孙旭阳见状，赶忙不阴不阳地来了一句：赵总，你放心，专利转让给我后，我是不会告你那家次元公司侵权的，也不枉咱们相识一场吗？赵坤鹏浑身颤抖，恨得咬牙切齿，愤怒地瞪了孙旭阳和女律师一眼，然后便起身朝外走。可能是内心又慌乱又愤怒，他一脚狠狠地踢到了会议桌的桌腿，痛得他龇牙咧嘴。这时孙旭阳又继续补刀说：赵总，我希望我们能在3天内完成专利的转让。赵坤鹏头也不回地走出了会议室。2天后，在孙旭阳的催促下，尽管有万般的不情愿，赵坤鹏还是把专利无偿转让给了协塔。而转让协议一签署完，孙旭阳便打电话通知了我，并约我第2天来公司签署承诺书。第2天，在女律师的见证下，我签了一份承诺书给孙旭阳，承诺不会发起对专利无效的诉讼申请，承诺不会向任何人提及专利存在有效性这一问题。而协议一签署完，孙旭阳便向我的账户汇入了30万，同时还替巨象支付了女律师的律师费，以感谢女律师帮他无偿拿到了专利权。要知道，如若不然，协塔每年需要向鲲鹏支付的授权使用费就高达30万，此外还要忍受赵鲲鹏那个疯踢的气。现在这一切问题都没有了，孙旭阳可谓是大大的受益者。这还不算专利有了新的应用场景后，日后会为他带来的收益。反观鲲鹏，由于赵鲲鹏不把精力放在主业上，鲲鹏可谓江河日下，2年后便沦为了行业内的末流公司。而赵鲲鹏投资的其他项目也是暴雷的暴雷，不死不活的不死不活。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要闯。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